这是火箭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纪录。它不仅是斯诺克最贵的147，同时也是史上第2快的满分弹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火箭在最后的几颗彩球居然还玩起了花活，敢用如此玩世不恭的态度面对斯诺克史上最重要的事。普天之下，真的也就只有火箭一人了。同为753节的希金斯已经口水直流，羡慕的眼神用拖拉机都拉不回来。这是2003年世锦赛，火箭仅用6分钟的时间就狂揽16万9千英镑，按照当年的汇率换算下来就是人民币220万。也就是说，火箭每一次出杆都高达6万1000块，真的很难想象，在那个人均工资还不到2000的时代，火箭这台行走的印钞机会让多少人羡慕嫉妒。漂亮，不仅视觉效果直接拉满，而且球队也基本完全改观。现在除了火箭自己，就算奥沙利文来了也挡不住他要全力冲击满分杆。Riley's got them where he wants them. Normally devastating. 这时候的火箭刚满27周岁，但是已经征战职业赛场10年之久，跟所有的天才一样，横空出世创造了一大堆让人惊掉下巴的记录。9岁就能玩虐成年人，在俱乐部赛事捧起冠军奖杯；10岁打出自己首个单杆过百；15岁在英国业余锦标赛的决赛中轰出首杆满分147；17岁转入职业第一个冠军就是3大赛的英锦赛。而且战胜的对手还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台皇亨德利，史上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英锦赛冠军纪录都是由他保持。21岁更是轰出了史无前例的5分08秒，而这些只不过是他职业生涯的冰山一角。但是顺风顺水的人生，老天爷是看不下去的，所以命运的魔爪也并没有打算放过这个天才。19岁的年纪，父亲因为杀人罪被判入狱18年，第2年母亲因为偷税也被送去吃了牢饭，仅剩一个未成年的妹妹还是问题少女，不仅花钱大手大脚，而且还沉迷毒品的漩涡，真的很难想象火箭还有什么值得奋斗的动力。这里故事有点长，感兴趣的兄弟们可以进主页去看置顶的视频。不过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，火箭最终挺住了命运的暴击，所以这个斯诺克史上毫无争议的第一人，他绝对当之无愧。You can be sure that this crucial audience will be well aware of what's taught here. 65. 真的是速度超快，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超分。不过这也确实符合他的性格，只要奖金给的足够多，他就能贡献更精彩的表现。世锦赛作为斯诺克的最高殿堂，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，而这97年当中也仅仅诞生了15杆满分147，但是火箭一人就独占3杆。如果不是2009年开始取消了14万7千英镑的奖金，相信他肯定不止这个数。因为根据希金斯采访时亲口回忆，在和火箭练球的一个下午，他居然整整轰出了11杆147，所以他确实有狂的资本。别人终其一生都没能打出1次的满分杆，他就敢因为奖金太少而多次放弃。89. The tricky one is going to be the one that's next to the blue. 好球，唯一稍有难度的红球也被提前处理，现在完成147就只是时间问题。4分33秒完成错误，现场高涨的情绪也快按捺不住。老杨作为斯诺克最具权威的裁判，真的是亲眼见证了火箭无数个传奇时刻。105. Needs to get up towards the pink with the white here. We can get back on the black again. 112. 113. He's already had 5 competitive maximums. 最后的精彩环节，接下来的每一次出杆几乎都会伴随着热烈的掌声。隔壁桌的小张同学更是干脆暂停了自己的比赛。220万的巨额奖金着实让他羡慕不已。122. He's in a battle on the other table. A little bit short. Screw back just a touch. 125.
129. 篮球留出了向上的角度，火箭这个高杆反赛真是秀出了天际。It's still not straightforward. It's going to be a tricky blank. Oh, it's going to be tricky. £169,000 on this pass. 历史降临，那就一起狂欢吧。 He's looked out of sorts. They've all come across to congratulate him. This is fast. That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once again. I was in the box when he did it at 97 and 5 minutes and 20 seconds. That is truly incredible. And he looks a little bit out of sorts. 这才是火箭最恐怖的地方。当母球弹射起，宛如自带导航两库回到黑球身后，一杆封神级别的斯诺克足以让尔比兄感到绝望。但今天的火箭并不着急用犀利的进攻赢下比赛，因为他最杀人诛心的打法就是在对手最擅长的领域以压还稳，从而彻底击垮对手的内心。第一杆角度偏差的很大，因为塞大师可不只是满足单纯的解球，解到的同时不漏机会，是尔比兄一直以来最低的要求。 所以他的思考时间总是显得那么漫长。这一杆就彻底完蛋了，矫枉过正的太多，不仅让母球直接摔袋，还要送上一个地区手中球，这样的机会交给火箭无疑是致命的。但是好在现在局面够乱，6颗彩球就有3颗半贴库，而且没有一颗是在点位，就算强如火箭，也只能看着台面望洋兴叹。 He's going well to win the frame of this visit. 借助绿球的链接，清掉最后一颗红球肯定没有问题。但是接下来要怎么破局，火箭也是罕见的无奈。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剩下的交给老天安排。Which has to be potted up to the next color, which will be the green. Now, does he attempt to move the yellow, of course? 漂亮。 发力的斯登强行举起，要知道这还是遥远的2008年，火箭的斯登就已经如北防青，如此变态的控球能力，真的是碾压其他球员的存在。绿球直接流成了直线，那咖啡球就只能选择单降。So the difference now. 低杆力量太大，导致母球直接贴库。现在不仅咖啡球是个大反脚，而且篮球也没有办法继续进攻。看看火箭要怎么防守。 这就是融进血液的进攻基因，哪怕明知下一杆篮球没法进攻，还是要选择难度更大的连攻带跑。但是这次两端都没能如愿，给尔比兄留了一个拼长台的机会。赛大师是真的严谨，导播都已经给了底带的特写镜头，因为在所有人看来，现在的球形即便强拼不进，也并不会有多糟糕的后果。但他还是一如既往选择最稳妥可控的纯粹防守。 Interesting. 这你敢信？火箭几乎是在没有任何考虑的情况下，抬手就又是一杆炸裂的斯诺克，这样的球感和天赋，别人真的只有羡慕的份。 2 cushions, possibly 3. 看火箭的脚步都准备上台击球，但听到裁判喊出犯规，就立马走回了座位。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，这杆斯诺克也能把塞大师难住。那还是不要浪费可以折腾塞尔比的每一次机会。 几乎是同样的线路，火箭的脚步也几乎是同时迈出，但这次他不能再回到座位看戏，因为现在已经完成超分。我们跳过几轮安全球的对轰，直接来看塞大师是如何发起反击的。好球，角度和力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尔比兄终于挽回了一点面子。但是现在这个球型足够安全，加上火箭还没有漏球压力，所以这杆斯诺克其实完全没有杀伤力。 Inside. 尔比兄的防守能力毋庸置疑，只要给他一点机会，连续做斯诺克自然不在话下。
看到这里，其实本局已经分出了胜负，同样都是每人做了2杆斯诺克。火箭的斯诺克直接让塞尔比送自己超分，而塞大师的斯诺克却没有伤到火箭分毫。不过万幸的是，火箭是属于不喜欢做斯诺克的流派，不然整个职业赛场真的都要叫苦连天。而比兄这低杆也成为本局最后一颗稻草。眼见母球衰带的他，这次选择了痛快的认输。大家觉得是火箭杀人诛心的打法奏效。